美国将在2周后举行总统选举，扬言一当选就要结束俄乌冲突的特朗普民调占优。在此背景下，美国防长奥斯汀21号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宣布再向乌提供4亿美元军援，被认为是安抚乌方焦虑情绪。此外，一则朝鲜出兵援俄的消息被乌克兰和韩国热炒。21号，朝方公开回应称，派兵援俄是谣言。但北约秘书长就此表态称，若朝鲜派兵，将标志地区局势重大升级。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1号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这是他担任美国防部长以来第4次访问乌克兰。奥斯汀在乌克兰外交部发表讲话，重申美国将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奥斯汀访问乌克兰期间，美国政府21号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4亿美元的军事安全援助。这批对乌军事援助以火炮弹药为主，包括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适配的弹药、迫击炮及炮弹、装甲车和反坦克武器等。相关武器装备将直接从美国国防部库存中调取。据五角大楼当天发表的声明，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拜登政府已向乌克兰提供超过595亿美元的军事安全援助。乌克兰总统网站21号报道，泽连斯基与奥斯汀就授权乌方使用西方援助武器对俄本土军事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扩大无人机、导弹、炮弹和防空系统产能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泽连斯基还向奥斯汀介绍了乌方的胜利计划越冬筹备工作、防空能力等相关情况。因为随着拜登政府任期的结束，我相信他对乌克兰的支持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剩下的这2-3个月，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会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夯实对乌克兰的援助，将以前承诺的对乌克兰的一些援助落到实处。泽连斯基16号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交了胜利计划，其中争取立即正式加入北约的邀请位列第1条。虽然欧盟和北约都承诺将继续援助乌克兰，但许多关键成员国对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呼吁保持沉默。对于胜利计划，奥斯汀18号曾表示：“我无权公开评论该计划。”俄方则表示，泽连斯基的计划无助于解决冲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胜利计划仅再次表明美国决定与俄罗斯战斗，直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有分析指，美防长此次访乌是为了在美国大选前展示对乌克兰的支持。目前，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在多项民调中占优，他曾对拜登政府大规模军援乌克兰提出质疑。特朗普17号称，泽连斯基不仅因为未能结束俄乌冲突负责，还因为推动这场冲突爆发负责。特朗普此前常在竞选活动中批评泽连斯基，多次称其为地球上最伟大的推销员。因为自2022年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已经向美国索取了数百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特朗普还隐晦表示，乌克兰可能不得不将部分领土割让给俄罗斯以达成协议。外界认为，特朗普若重返白宫，乌克兰很可能会失去美国庞大的军事与财政支持。特朗普如果上台以后，他的对乌克兰的支持的力度肯定不如民主党政府，所以现在泽连斯基政府呢，乌克兰政府呢也非常关心美国大选，希望在拜登政府最后的2到3个月的任期内，那么能够把美国的一些承诺落到实处，然后呢确定一个模板，确定一个标杆。这样的话，即使特朗普上台以后要去完全推翻这个拜登政府的这个乌克兰政策，那么他会有难度。我想这是泽连斯基现在要做的工作。目前，乌克兰在俄乌战场形势不利。泽连斯基21号召开了最高统帅部会议，会议还特别讨论了在俄境内库尔斯克的行动。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原计划在乌克兰境内建立缓冲区，但目前乌克兰将缓冲区建立在俄罗斯边境附近。实际上，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行动也日益被动。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表示，已有实证表明，俄军已收复库尔斯克地区46%的领土。由于当地进入雨季，地面变得泥泞不堪，这对拥有大量履带式车辆的俄军有利，装备更多轮式车辆的乌克兰军队则面临更大劣势。随着乌军在其他前线战斗力的下降，有批评声认为，乌克兰对库尔斯克的进攻带来的风险超过了收益。在前线，
俄军近期持续向乌东重镇波克罗夫斯克和托列茨克推进，当地的大多数平民已经撤离。俄国防部17号宣称，在乌东控制2处村庄，其中1处距离波克罗夫斯克仅有约10公里。外交政策杂志指出，波克罗夫斯克市不仅是乌军重要后勤交通枢纽以及通往顿涅茨克其他地区的门户，也是乌经济重要支柱钢铁工业所用大部分煤炭的产地。一旦失守，将对乌军持续作战能力产生严重影响。一方面是在这2个方向，双方在战场上展开继续的这种对峙；另外一方面呢，双方也在对对方纵深地区展开一些攻击。既然所谓的朝鲜派兵抗乌援俄还只是一个传闻，那乌克兰方面为什么又会高调炒作这件事情呢？我认为实事求是来讲，假如这则传闻最终得到了证实，那乌克兰将会在战术层面面临着实实在在的巨大威胁，甚至可以说，假如朝鲜真的下场参战，那在现有情况下，乌克兰基本上就没得打了。我曾经说过，当前俄乌军力的对比，俄罗斯的优势并不在情报战上，更不在武器的性能和先进程度上，这些甚至已经成为了俄罗斯的弱势。同时也不在海军与空天军上面，而是在于陆军上，在于俄军拥有的陆军兵员与火炮数量优势，而兵员与火炮数量同时也是朝鲜的优势。因此假如朝俄两军携起手来强强联合，就可以对乌克兰形成2打1的态势。从这个角度来说，乌克兰的恐惧感是真实存在的。不过从战略层面来说，乌克兰猛炒这件事情，其目的是要借这件事情给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以实现让乌克兰火线加入北约，以及让北约直接下场参战的目的。大家知道，从过去近3年来的战场态势来看，假如北约不下场参战，让乌克兰独自打败世界第2军事强国俄罗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把北约拖下战场，就成为了乌克兰政治与外交努力的首要目的。而且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中东欧国家，也早就有下场参战的冲动，但都被美国为首的北约大国以防止战事外溢成为第3次世界大战，以及防止核大战为由给摁住了。但是乌克兰并没有死心，几天前还放出了不让加入北约，我就造核武器的言论。我认为这一言论威胁不到俄罗斯，主要是用来威胁北约的。而现在所谓的朝鲜派兵抗乌援俄传闻，这成为了乌克兰拉北约下水的又一个难得的借口。而面对乌克兰的压力，美国和北约几乎是同时打起了太极拳，说正在密切关注所谓的朝鲜派兵抗乌援俄这件事情，但目前尚无法证实。也就是说，跟俄朝双方一样，美国和北约也进行了模糊化的处理，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我认为北约的谨慎态度情有可原，因为过去3年来，这场俄乌战事的形态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也就是具有某种代理人战争的性质，由俄乌2国在前线打，而相关国家则各自在后方支持。而假如朝鲜直接下场了，那也就意味着战争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已经开始外溢并且扩大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北约也就找不到理由光是在幕后拱火剃刀子了，而是要被迫下场参战了。而对于拜登政府来讲，他们的难处还在于不想在美国总统大选前来面对战争已经扩大化了的事实，以免影响哈里斯的选情。我们看到，对于所谓朝鲜派兵抗乌援俄的传闻，朝方不仅召见俄罗斯驻韩大使提出了严正抗议，而且韩国总统尹锡悦先是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拉米后，又跟北约秘书长吕特通电话，紧急商讨这件事情。那对此您有怎么分析呢？我认为，其实韩国担心的并不是所谓朝鲜派兵抗乌援俄传闻这件事情本身，因为俄罗斯与朝鲜都是2个主权国家，有权决定自己的外交与军事动作，而且就算是朝鲜真的派兵抗乌援俄，那也只是对乌克兰与北约产生了直接的冲击，对韩国影响不大。韩国担心的是，
俄朝之间的下一步动作，也就是俄罗斯不仅可能会向朝鲜提供远程导弹和核武器技术，而且未来俄罗斯还有可能会出兵介入半岛战争。而俄朝结盟的态势得到确立与巩固，也就意味着半岛局势将会进一步固化与无解。除此之外，韩方无限上纲上线炒作这件事情，还另有战略企图，一是借俄朝走向军事结盟的契机，来推动过去迟迟推不动的美日韩军事结盟计划，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所谓的亚洲版北约；二是想以此事为契机，将北约引进到亚太来。从中我们也就可以看出，有关各方正在借助所谓的朝鲜派兵捍乌援俄这件事情，推动地区与全球地缘政治和安全格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